上海本帮红烧牛肉面巅峰对决，易贵和卖89块一碗的红烧牛肉面值不值得？消费是不是冲头？胖子面红烧牛肉菌菇面加大排加咸蛋黄狮子头等于86元，会不会比易贵和更优秀？跟着我吃这个世界最顶、最正宗、最新鲜、便宜和贵的美食。上海其实开车不太方便，还是坐地铁最方便。易贵和胖子面都是上海最顶、争议最大，也是相对贵一点的上海面馆。易贵和虽然贵，但是消费群体老客户还是多的。对面点699全家福的，也是说上海话，也不是游客。老板态度很热情，问我要不要大排和咸菜。我尝试挑战了一下他的底线，说不好吃不想要。他笑笑说好的，特别友好。大众点评黑子不知道是什么玻璃心，他这里可能是电脑点单系统限制，不管人多少，必须听他的安排坐哪里。很多玻璃心到这里心态就崩了，被国内服务好惯的。卖相比较普通，左边那个不是肥油，是一块超大牛肉带一点油。牛肉味道顶中顶，入口即化，一股香味在嘴巴里爆开。不是上海河南拉面红烧牛肉面那种冰冻肉能比的，一吃就是用的40到45一斤国产鲜牛肉，最好部位肋条花腩做的，而且火候炖的无敌，软嫩酥不烂，顶级炖肉水平。除了他家上海没那么用心的面馆，面条劲道咬不断但不生，顶级面条水准。汤挂在面上巨香，这是一碗能代表中国最高水准的面条。汤实在太烫了，喝不下去，咸鲜中带一点微甜，不过甜，正宗上海味。碗特别烫，碗是煮过的，我这次问老板了，他说确实是定制的材料，为了煮碗的。这碗面的最大缺点就是有点油，牛肉的肥油没剔掉，只能自己丢。可能老板为了熬汤的时候保持牛油的香味吧。这个刨冰我还不知道怎么吃，太满了都溢出来了。味道不错，适合我这样不太喝饮品店的。糖水是熬制的，比较清爽。33有点贵，20我觉得就很不错了。牛腩部位选得很好，这样部位买生肉都会比同价位贵一点。这碗面顶满了，缺点就是牛油重了点，其他满分。你如果真的吃到这碗面，你就知道它的牛肉质量比上海全部面馆牛肉质量好了。易贵和没有平替，因为别的面馆用不起它这个成本的材料，别的面馆最多卖到40多一碗牛肉面，顶天了。我也是佩服老板的胆识，敢定价到89，直接拉满，用国产上海新鲜牛肉最好部位，直接为自己注上了一道护城河，别的店无法超越，慢慢积攒有品位的老顾客。当然，如果平时对吃不怎么讲究，只是填饱肚子，尽可能吃丰盛大餐，基本不太会接受易贵和的定价，理解不了。大众点评长期黑子就是这样。我猜想我的观众有2种人，一种吃便宜但是有品位的，还有一种是有点消费实力不看价格吃饭的。吃到易贵和这碗红烧牛肉面，瞬间就懂我为什么吹了。89不是太值，60差不多。我这样说不怕得罪人，因为点订阅我的可能都是看本质，不是看我配音差表象的。这块牛肉部位真的无敌了，大块牛筋带纯瘦肉，完美口感。目前这碗面在易贵和的面里我排第1，咖喱牛肉牛肚面第2，阳春面第3。你们来上海旅游一定要尝试下。如果吃不了太油的，那就吃咖喱牛肚牛肉面也顶。真的，他给的牛肉量很大，如果是生的，都有25到35成本的生肉，用料很扎实。
这碗面目前是我能想到能拿出来跟日本塔贝洛克前100一战的。大城市1线城市很难吃到一碗用料新鲜的面条，除非去贵州云南，顶的也有。做法上可能稍微粗糙一点，碗不可能定制，温度保持也不会考虑那么周到，但是能吃到比这个用料顶的牛肉鸡肉，期待我以后去其他省份的节目。汤不喝完了，有点油了，但是汤是真的香的。吃到现在，面条还是劲道的，挺厉害，而且汤也是烫的。我牙不好，还在拍视频，吃刨冰，这么慢的速度还没泡烂掉，还没冷掉。现在汤还是烫的。评分等级5，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现在来到新天地，另一天，先来买个网红奶茶。如果来到新天地，必吃胖子面的腊肉汤面或者大时代的葱油肉丝拌面，价格比喜茶还贵，小红书比较流行。你们记住去我推荐的面馆，千万不能盲点，他们不是每个菜都能做得好。我没点评过评价过的，踩雷别怪我，先套个 buff。这个奶茶第一口喝挺香的，但是喝完有点腻，不知道有没有科技，不太建议。我反正是不会喝第2次。你就不行，你起诉他一次。饭点人真的多，还要排队，这些都算网红店。来吃胖子面高峰期也是要听老板安排座位，别自己乱坐。价格在新天地这个位置不算贵了，还是有人嫌贵的。浇头有的是电饭煲加温，有的是小炉子。我建议你们来别点那么多浇头，我吃到后面就后悔了。这个大肉选用的是最好的部位，8分肥2分瘦，还带很长的肋骨。汤上面的油花，你们也能看出来漂亮吧？尝尝它这个牛肉是不是冰冻肉？挺香的肉。牛肉很香，是新鲜牛肉，口感酥，但不是入口化，还可以，跟易桂河比不了。今天感觉面条不够硬，比较普通，可能被大众点评骂多了，老板心态还不行。牛肉香味很足，还是能吊打上海、河南红烧牛肉面。汤很鲜美，碗温度也很烫，温度是可以的。但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还是大肠面和腊肉面。菌菇也一般，没什么特点，炖的倒是挺入味的。这狮子头倒挺大的。狮子头超级大，但是口感太粉了，太甜了，吃不来。大肉不泡在汤里，不是很嫩，还是要泡在汤里才好吃。浇头放太多，我怕弄混了。这牛肉是可以，挺香的。
它的牛肉用的也是牛腩部分，但是火候跟衣柜和差距太大了。我还是放进汤里吧，不然大肉不够烫，没那么好吃了。我建议你们来千万不要加浇头，不然2次放进去会影响温度和鲜度。这样一搞，它还好吃，还是因为汤的底子鲜美，汤的温度高，算挺难得的。浇头搞太多，感觉太甜了。我每次来他们家都是吃汤面，还没尝试过拌面。我推测可能拌面不太好吃，浇头酱汁太多就太甜了。大肉泡进汤里，口感会软一点，肉质是好的，但达不到瘦肉入口即化。有些博主一大堆浇头加进去，说好吃，太假了。我发现只要带酱油的浇头，不能一大堆加进汤里的，会影响鲜度。我测评说实话的原因是，怕看的人去了我说的店，跟我描述不一样，取关。狮子头我基本浪费了，有点吃不来，粉感太重了，而且甜。我是说实话。他们家总体来说处理的干净细腻，店里也干净卫生，食材新鲜，是小店正宗的做法，不是那种粗糙脏乱的小店，桌子都擦得很干净。喜欢吃大肠面的一定要来，他们家大肠面处理得很干净，大肠面特别香，腊肉面也是上海我唯一认可的腊肉面，其他店的腊肉面我吃不来。今天本帮红烧牛肉面对决，肯定衣柜和赢了。赢在面条更劲道，咸鲜味带一点微甜，牛肉更软烂酥不烂。胖子面的红烧牛肉面算可以，牛肉也是新鲜牛肉，但不够惊艳。老板今天下的面条不是白心差评，差评里面喜欢说面条没煮熟的，是完全不懂上海面条就是要白心。我真的被我们中国怪兽客人搞怕了，惯的，国内整体服务太好了。评分等级4，2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正宗的技术。